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拍一期非常有北京生活气息的 City Walk 路线。温馨提示：这条 City Walk 路线包含了博物馆和一些寺庙。如果你对中国的博物馆和寺庙不感兴趣的话，请去看我往期的视频。您现在就可以立刻关闭掉这个视频了，避免浪费您的时间。咱们今天第一站的 City Walk 路线是鲁迅博物馆。如果是对鲁迅先生不感兴趣，或者是对历史文化不感兴趣的同学呢，可以直接跳过这一章。但如果你想知道现代中国是怎么来的，想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会关注某些社会问题，也可以跟我一起去参观一下鲁迅博物馆和鲁迅的故居。坐地铁直接从阜成门 B 口出来，出门右转，直接往前走，导航鲁迅博物馆就可以找到了。鲁迅博物馆不需要门票，也不需要预约，只需要刷身份证就可以进去了。如果没有带身份证的话，可以去扫一下这个码，填一下信息就可以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周一闭馆。进门放眼望去是一个大院子，大院子的右边是鲁迅书店和一个咖啡店。如果说《朝花夕拾》是鲁迅温柔的回忆，那旁边的《狂人日记》就是鲁迅投向旧社会的一把尖刀。这可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。1918年发表的时候，好多人看了都吓了一跳，原来文章还能这么写。除此之外呢，店里还有一些文创作品和周边可以供大家购买。倘无才能，可寻点小事情过活，雅眼却反对报复。院子的正中心有鲁迅先生的雕像，一直往里走才是真正的鲁迅博物馆。从这里直接上去就是鲁迅先生的展览馆，里面用老照片、实物、文字把鲁迅的一辈子串成了故事，从出生到去世，每一步都讲得特别的明白。鲁迅小的时候，由于他爸爸生病没有治好，所以他就想去学医。后来他就去了日本留学，这也是他改变人生的关键。1902年，鲁迅去日本仙台学医，但是有件事彻底改变了他。他看幻灯片的时候，看到了日本人在杀中国人，旁边的中国人还在笑。他突然明白，中国人病不是身体的病，更是思想上的病，所以他决定弃医从文，用文章当武器叫醒麻木的人。后来他就开始写文章，战斗了一辈子。馆内有很多其他关于他的历史，我这里就不过多的去介绍了。从展览馆出来以后，就可以来到鲁迅先生的故居。故居是个小四合院，1924年到1926年，鲁迅和他的家人就住在这里。别看院子不大，每处都透露着他的日常感，完全不是课本上的那种严肃的大作家的距离感。进门有棵大丁香树，是鲁迅自己种的，春天开紫花，特别香，还有个小水井。当年家人就在这里用水做饭。正屋中间是客厅，现在不开放进入，里面摆着旧沙发、桌子等等。当年鲁迅跟茅盾、翟秋白这些朋友就在这里聊天讨论文章。真的，有的长红了，好像，咱们可以吃。1925年，黄刺梅是现在已经什么2025年，100年了，不对，不止100年。除此之外呢，这个博物馆里面还有一些画展，这些画展呢都非常有艺术气息。由于我本人没有什么艺术细胞，也看不懂，就先溜了。从博物馆出来以后，左转就可以来到这条胡同。这条胡同是宫门口头条胡同。老北京把这种住满人家的小道叫胡同，像这种什么头条啊、2条、3条这种带数字的，就跟台湾的什么巷1段、什么巷2段这种是一样的。是早些年按照顺序排出来的数字。逛这种小胡同呢，特别的有烟火气息。别看这种房子这么小，还是这种小平房，1平米的价格可能到10万元人民币左右，
也就说一个10平米的小屋需要100万。小胡同里面还有一些咖啡店，许多咖啡店里面装修的风格都特别的文艺，可以打卡拍照什么的。现在走过来就走到了西岔，它旁边还有一条类似的胡同是东岔。我本来都要走了，那你坐这我在那里，别老是闲着。从这条胡同一直往前走，就可以看到白塔寺。胡同的左右两边都是生活的居民区，有卖早点的，有什么装修的，还有一些奶茶店什么的。这个是理发店，左边这个是餐厅。那边可以看到白塔，前面这里就可以看到白塔寺了。对，没错。等一下，从这个白塔寺的右侧呢，还有一条胡同，有红墙，许多人都会去那里拍照。你看，像这种小房子，就特别像回到了90年代。但是胡同里面开车呢，都需要一定的技术。这看起来是一家日料店。在北京呢，也有很多日料店，或者叫做居酒屋。有惊无险，又到饭点。先去吃个这里比较有名的方砖厂，是方砖厂没有？黑窑厂大油饼。这糖油饼吗？对呀。这个是糖油饼吧？是不是可以直接在那儿买？不是，这个是红糖饼现炸的啊，不是摆摊的。糖油饼，那我去哪买？去里面买吗？对，这边档口也能买。哦，档口买啊，谢谢。要一个糖油饼。你应该付一下，炸一个油饼。要现炸。这玩意是山楂糕。你要拍个照。我先整一口看看怎么个味儿。哦，好烫好烫！好烫，你松手给你勾着。3.5块一个，你尝口，你快吃啊！真不错。还挺好吃的。好吃。强烈推荐，一定要来吃。4.5块一个，不是3.5块，说错了。太好吃了，又去买了2个。话说午餐也不能光吃油饼，随便找了一家饭馆，罗妈砂锅，进去尝尝怎么个味儿。桌子上面有码，扫码点餐就可以了。好。都很新鲜。
砂锅番茄丸子，这是砂锅肥肠。不说了，先吃饭了。吃饱喝足，下一站去一个很适合拍照的红墙。远处那个白塔是可以进去的，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寺庙，门票是20块钱，可以进里面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拍照的话，就从前面左转，可以进入一条胡同。如果你要是进去参观的话，别忘了在白塔寺下面转3圈，据说是可以祈福。从白塔寺参观入口的右边进入一条胡同，这里就是一个网红打卡地，对，好多人都在这里拍照。直接不进去，立省40。旁边是居民区，每隔一段都会贴着一个标识，大概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你在这里打卡拍照，不要弄出太大的声音，因为旁边是居民区。实际上，前面这个白塔寺是中国的藏式佛塔，也就是早期印度或者尼泊尔那边传过来的佛教。印度佛教是佛教的发源地，后来传入不同的地区会形成不同的分支。和印度佛教不同的地方是，比如传播与发展途径不一样，宗教体系不一样，实践的方式也不一样。这种白塔在城市里面并不太常见，所以现在变成了游客打卡的一个景点了。往前走，往前走。这是一家咖啡店，逛累了的话可以进去歇一下。不过感觉住在这里面的居民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来打卡，会不会觉得很烦？这一条街上有各种各样的寺庙，还有天主教教堂，只不过现在正值这个阅兵时期，许多这种聚集了很多人的地方，大多数都已经暂时停业了。如果要来北京玩，一定不要赶着暑假以及这种重大活动这2个时期玩。继续往前走，前面那座楼是中国地质博物馆。没买到票，没约上号。既然没有门票了，就来广济寺逛一下吧。广济寺里面供奉着许多佛像，在入口处可以免费领取香火。天王殿里面有弥勒佛，象征包容、乐观、放下烦恼。4大天王象征智慧、明辨、积德。韦陀菩萨象征除止恶念，保护修行环境。往里面走是大雄宝殿，大雄宝殿里面有释迦牟尼佛、药师佛和阿弥陀佛。释迦牟尼佛是佛教创始人，象征着觉悟与慈悲。药师佛象征消灾延寿，拔除众生疾苦。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教主，象征接引众生往生净土。大家如果要朝拜的话，可以烧3支香，选择和自己心意契合的佛拜就可以了，或者是任意去拜都可以。寺院里面还有一些猫咪，刚在入口的时候也看到一只。好了，下一站可以继续往前走，导航正阳书局。前面那座高高的塔就是正阳书局了。那个高高的塔实际上是万松老人塔塔院，它是为了纪念某一位佛教高僧而修建的一个木塔。说回这个正阳书局，
它是北京目前唯一一家专营北京历史文献的特色书店。书店的创始人是一个地道的老北京人，家族7代都住在大石栏。他对北京有着比较深厚的感情，于是他就萌生了一个开办京卫书局，存留北京文献、传承京卫文化的念头。最终开办了正阳书局，既体现了北京的地域特色，也表达了传承京味文化的初心。谢，给我起来走。你说上面那些葡萄能吃吗？你能不能帮我够一个？还有葡萄呢？还有没有？我老院子上面门上就种了一棵葡萄，他们每年都会结葡萄吃。现在还在吗？在呀。你等过年回去看看。过年回去都没了。葡萄冬天不结吗？当然了，你是傻子吧？那葡萄什么时候结呢？当然是现在了。这里展示了一些北京的老地图。北京市郊乡土，这去的北京城大吗？对呀。又有一只猫。实际上，这条街离景山公园和北海公园也不远。如果也不喜欢逛这些寺庙、书院一类的，可以直接从这条街去逛景山公园和北海公园、什刹海公园等等。如果你已经看到了这里，不妨帮我点一个赞和订阅，我会继续输出关于北京的视频。汪汪汪！汪！最后一站是一个天主教堂——西什库教堂。由于最近中国正在有重大的活动，所以这个教堂暂时不开放了，没有办法帮大家介绍了。里面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天主教堂，既有中国特色，也有哥特式风格。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，以后再帮大家介绍吧。如果你想观看更多关于北京的视频，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拜拜。还下雨了，我的妈呀！不拍了，不拍了，都关门了，拍个屁！拜拜。